你有没有這種感覺？手機裡裝了幾百個 APP， 但真正每天會用的其實就那幾個。最近我剛好整理了一下，把2025年我手機裡活到現在的 APP 單獨拎了出來。這期不講參數，也不學技能，咱們來點輕鬆的，分享一下這些軟件為什麼沒有被我刪掉。第一個是 Snapseed， 說實話，我手機裡裝過很多修圖軟件，但真正留下來的就這一個。2025年了，大家都在用 AI 修圖，但它依然保留在我的手機裡。原因很簡單，除了常規的人像美颜、改变視角、黑白图層這些效果不說，去水印是真的好用，選擇修復哪裡不要點哪裡，哪怕是現在，它的算法依然是免費軟件裡的天花板，處理的乾淨利落，毫無痕迹，而且是完全免費的。安裝量已經破亿了，但它依然是那種不吵、不彈窗、不催你開會員的軟件。對我來說，它沒被刪掉的原因只有一個：穩定、順手，關鍵時候能救圖。第二個是簡訊，這個軟件不是那種裝了經驗用久就膩的類型，但你會發現它特別容易變成一個習慣。說實話，現在的推薦算法太聰明了，為了盡可能留住你，你刷短視頻，平台只會不斷的給你推你愛看的，越刷越窄，越刷越像在原地打轉。但簡訊剛好反過來，你永遠不知道下一條會刷到什麼，也許是歷史冷知識，也許是前沿科技，甚至是你平時根本就不會去主動搜的東西，裡面的內容都是經過人工審核和整理的，信息的可靠性和質量非常高，讓你盡可能的跳出自己的領域，接觸到更廣闊的知識。而且每一篇都很短，10秒鐘就能看完。等車、排隊、上廁所，隨手點開刷2條，不會被標題黨轟炸，也不浪費時間，主打一個省流又長腦子。評論區也挺有意思，隨便一篇下面都是幾百上千條討論，大多都是對這個話題的延展性討論，有時候評論比正文都精彩，看着特別解壓。當你跑步時，還可以讓它直接讀給你聽，而且是真人朗讀哦，不是那種冷冰冰的 AI 音。商场裡的車是怎麼運進去的？如果車在1樓。第三個是 Music.free， 我一直覺得它更像一個音樂工具，而不是傳統播放器。歌詞、封面、評論查看、本地音樂、定時關閉，這些都只是基礎，真正核心的功能是插件機制。你如果願意折騰，找到合適的插件裝進去，它就能變成一個全能的音樂聚合器，打破不同平台之間的歌单壁壘，想聽什麼搜什麼，不給我推廣告，也不需要為了聽3首歌切3個 APP。最重要的是，它完全開源。我之前有單獨拎出來介紹過它的使用方法。而對於本地視頻，我保留了一老一新2個選擇。老的是 VLC， 它留在手機裡是為了兜底，不管下載了什麼冷門格式的文件，丟進去基本都能播，沒廣告，沒會員，沒花樣，就是一個很純粹的播放器。新的是 VidHub， 說它是播放器，但我感覺它更像是一個私人影視整理工具。如果你手裡有不少本地視頻、劇集、電影，那這款軟件你一定懂。它可以自動識別電影或者劇集信息，並且分類整理。你還可以直接掛在自己的阿里、百度雲盤或者 MB、Jennifer 這種影視庫，只要接進去，它就會在網上自動掛銷電影信息，並且幫你全部整理好，海報、簡介、演員、清晰度、音軌、字幕，該有的都有，而且分得非常清楚。電影是電影，劇是劇，不會一堆文件名糊在一起。這12個軟件裡，它是唯一要花錢的，但我還是買了，價格其實很便宜，差不多就是贊助作者一杯咖啡就能永久買斷。如果你只是偶爾看1-2部片，那其實沒必要。但如果你平時有自己的片源，用網盘或者接影視庫的，我會比較推薦。Cell 是那種你用一次就知道這玩意得留着的 APP， 複製鏈接，粘貼進去，保存素材，音頻、視頻都行，2K、4K 隨便選，原片有多清晰，你就能下多清晰，字幕、封面也能一起保存下來，下載速度很快。重點是沒廣告、沒付費，開源。我手機裡留它的理由只有一個，它真的省事。TV Box 本質上是一個電視盒子類的軟件，和前面的音樂播放器有點像，它自己不提供內容，需要你自己導入數據接口。接口一旦配置好，電影、電視劇、綜藝、
甚至是電視直播，在一個 APP 裡全都能收到，清晰度極高，播放速度也很快，沒有彈窗，沒有開屏廣告，也不會讓你充會員，可以設置開屏就播放電視直播。它還支持多種主題，看着就很舒服，放在電視上也不違和。很多人以為它是電視用的，其實手機端一樣像。Local Send 我基本是當 AirDrop 的替代在用，照片、視頻、文檔都能傳，不管你是安卓傳蘋果還是手機傳電腦，不用登錄，只要在同一個 WiFi 下打開就能互傳，幾十 G 的視頻瞬間就能傳完，而且是無損傳輸，不會給你偷偷壓畫質。軟件完全免費開源，沒有大小限制，也沒有跨平台的隔阂。說真的，這才是工具類最純粹的樣子。如果你平時有投屏需求，那這個軟件你一定要知道。它基於 ScreenCopy， 但做成了圖形界面版本，不需要在手機上安裝任何東西，不需要 Note， 有線無線都能直接投。延遲低到什麼程度？基本是你這邊點一下，那邊立刻就動。刷手機、做演示，甚至臨時玩個遊戲都沒什麼壓力。更離譜的是，它可以同時投屏多台手機，而且還能多設備同步操作。你在一台上操作，所有手機同步執行。整個軟件完全免費開源，沒有廣告，體驗比收費軟件還香。清濁是我使用頻率非常高的一款軟件，體積小到離譜，但清理能力一點不弱。它不會替你做決定，不會動不動就告訴你清理了幾 G 垃圾，它只做一件事，把系統裡真實存在的垃圾清清楚楚地擺在你面前，緩存、殘留、空文件夾、重複文件、長期沒動過的大文件全部列出來，刪不刪你自己點，沒有彈窗，沒有嚇唬你空間告急，也不會在後台偷偷跑。2025年後規則一直在持續更新，清理能力越來越強，屬於那種你不用它的時候沒感覺，用一次就會留着的 APP。SD-Mind 我一般是和清濁一起用，這是在安卓技術圈被稱為經典神器的一款老牌工具。它更偏向清理系統殘留，分析存儲占用，找那些卸載了但東西還在的垃圾。你會發現它對系統的理解非常深，哪些文件是哪個 APP 留下的，哪些可以刪，哪些不該動，它分得很清楚。對於有強迫症的朋友來說，用清濁掃一遍緩存，再用它來打掃一遍殘留，兩款搭配在一起，基本上能把你手機裡那種刪不掉的幽靈文件清理得乾乾淨淨。最後一個粑粑簡史，名字很隨意，內容其實挺認真的。2025年大家都挺焦慮的，腸道健康其實是身體的晴雨表。這個小程序能記錄你每天的時間、產量和性狀。1個月下來，你可以把這些記錄發給 AI， 讓它幫你總結分析，順道再給你一些建議，我覺得挺酷的。好啦，這就是經過1整年的大浪淘沙，依然頑強留在我手機裡的12款 APP。所有的軟件名字和獲取方式我都整理在視頻簡介區了，大家自取。那你手機裡有哪些用了就捨不得卸載的神仙軟件？歡迎在評論區分享一下。如果你喜歡我的視頻，請記得點讚關注我。我是小印，我們下期再見，拜拜。